我被数十个土匪凌辱时，未婚夫抱着我的丫鬟躲在树上。尸首分离那一刻，他捂着丫鬟的眼说：“别看，脏。”重来一试，我愤愤抬手指向那棵大树：“好汉，他们就躲在你身后的树上，杀了他们就不能杀我喽。”大家好，欢迎收看皮皮听书。我将被数十个土匪凌虐致死。谁也没想到中秋佳节，土匪会突然袭城。江胜拽着我就跑，身后家丁一眨眼就成了刀下亡魂。我吓得花容失色，腿脚发软，绣鞋好死不死被枯枝绊住，整个人向前栽去。泥土混着血腥味涌进鼻腔，我抬头看见江胜煞白的脸，我眼泪鼻涕直流，哑着嗓子推开他要拉我的手：“胜哥哥，你先跑。”他跺脚咬牙：“好牙，如果你背，你就和贼人说我逃的方向，换你一条生路。不管如何，表哥定会娶你。”眼泪呼了满脸，我使出最后力气将他推入草中。在睁眼时，喉间那王时的惨叫还梗在其中。月光洒下，手里那兔子灯中的烛火正欢快地跳动着。这是江胜亲手所赠，但距离我死还有1刻钟。我们正走着小道，是回庄上的路。不出1刻，埋伏的土匪就会出现，先踏平前排守卫，后斩碎后排家丁，然后是慌不择路被绣鞋绊倒的我，还有燕桃被江胜扛起时飘荡的裙摆，我都记得。我怎么都没想到，平日里咳得直不起腰，汤药罐子不离手的江胜，竟能一把扛起个大活人。更没想到的是，他扛起的不是摔在泥里的我，而是那个一直瑟瑟发抖躲在我身后的燕桃，我的贴身丫鬟。我甚至没看清他是怎么动作的，只见树影晃了晃，他就带着那个纤弱的身影消失在枝叶间。王八蛋，你背我一把，我们就能一起逃的。指甲掐进掌心，疼得庆幸。我故意往泥潭里踩，绣鞋顿时沾上污浊。胜哥哥，背我。我褪下脏污的鞋袜，朝他伸出双臂。你看，连罗袜都脏了。江胜身形微顿，眼底掠过一丝难以捕捉的异样。我心口一紧，却仍维持着天真娇憨的姿态，踮起脚尖往他怀里凑。背我吗？像小时候那样。他终是俯身将我背起，还细心地将我裙裾往下扯了扯，严严实实盖住裸露的足踝，好一副温柔体贴的模样。若不是重活这一事，我险些又要被他这副皮相骗了去。有土匪！最前头的侍卫嘶声高喊，20余人的队伍霎时乱作一团。江胜浑身一颤，将我往上拖了拖：“表妹，抱紧些。”他背着我，随着四散的家仆往远处灯火处狂奔。我伏在他背上，却听见他喘息声愈来愈重，胸膛剧烈起伏着。这是力竭之兆，心念微动，难不成是误会？我轻拍他肩头：“放我下来吧。”他这才将我安置在一处破庙廊下。方才还簇拥着的奴仆早已作鸟兽散，各自寻找藏身点。我目光急速搜寻着更好的藏身处，忽然定在角落一口破刚刚沿处，正露出一角熟悉的粉段。江胜已抢先一步上前，猛地将那人从缸中拽出。月光下，燕桃煞白的小脸上还沾着缸底的青苔，燕桃吓得浑身抖如筛糠。我心头掠过一丝不祥，拉住江胜的衣袖：“表哥，此处不妥，我们换个地方躲。”江胜一把将我按进破缸：“来不及了，芽儿，你且在此处藏好。”他抬眼望向缸边那棵枝繁叶茂的老槐：“我上树去，不行我跳下来和他们拼命。”他神色凄然，看样子我们是逃不过此劫了。眼底竟泛起水光：“好芽儿，若你，表哥也定会娶你。”天杀的，又是这句话！今天我非要尸身惨死吗？他匆匆将些枯草败叶覆在我头顶，我连忙蹲下。透过草叶缝隙，我却分明看见他转身揽住烟桃的腰身，几个起落便轻盈地跃上树冠。那浓密枝叶层层叠叠，分明是更稳妥的藏身之处。我心口一凉，正要起身另寻生机，庙门外已响起杂踏的脚步声与兵刃相击的锐响。完了，1个、2个，躲在草丛梁后的奴仆接连被拖出，惨叫声与刀锋入肉的闷响此起彼伏。
我蜷在缸底，拼命屏住呼吸。不要发现我，不要发现我！念头未落，破缸轰然倾倒，天旋地转间，头皮传来撕裂的剧痛。我被揪着发髻，硬生生拽了出来。好汉饶命！我顺势跪倒在地，尘土混着血腥气扑面而来。我有银子，我是清府小姐，我能给你。话音未落，胸口猛地遭到重踹，整个人如断线纸鸢般飞出，狠狠撞上庙柱，满口腥甜涌上，我趴在地上呕出大口鲜血。那土匪狞笑着逼近，粗粝的手掌刺啦撕开我衣服前襟，肚兜如同破布，寒夜冷风灌入，我冻得打颤，嘴里牙齿摇摇欲坠。等等，我抹去唇边血沫，笑出声，我有桩买卖要说与好汉。他果然停下动作，像是被我动作吸引，饶有兴致地等我。江家大少爷，京城首富的独子，绑了他，斩他2根手指送去江家，你能拿1车，不，起码3车白银。我喘息着，目光扫向黑影幢幢的树冠，还有我的贴身丫鬟烟桃，伸手探入口中，生生掰下那颗摇摇欲坠的牙。血水顺着指缝滴落，我将染血的牙齿置在他脚前。那可是我千两白银从花楼赎出来的清官人，大名鼎鼎的桃花。我咧开血淋淋的嘴，一字一句道：他们就躲在您身后的树上。匪首咧开嘴，显然对这桩买卖颇为满意。他挥手示意手下围住老槐，数把钢刀同时劈向树干。不一会儿，巨树轰然倒塌，扬起的尘土呛得我睁不开眼。待尘烟稍散，却见那匪首提着的并非江胜，而是仍在滴血的大刀，一步步朝我逼近。怎么会？他们何时逃的？我惊恐地向后挪动，赤足在碎石地上磨出血痕。刚挣扎着要起身逃命，匪首一声令下，10几个土匪已如饿狼般扑来。啊！凄厉的尖叫冲破喉咙。表妹，别出声，当心把贼人引来。身下传来熟悉的颠簸，江胜急促的喘息近在耳边。我猛然睁眼，竟又回到了他背着我夺路狂奔的瞬间。重生了，又一次。我毫不犹豫地从他背上纵跃而下，迅速将绣鞋穿上，用袜套好，目光急扫四周，这次定要寻个稳妥的藏身之处。我环顾四周，心猛地沉了下去。方圆百里寸草不生，唯有那座破庙在黑暗中静立。走！我一把拽住江胜，冲进庙门，将他手狠狠扣在手里。这次你一步都不准离开我身边。他苍白的脸上浮起熟悉的凄楚。表妹，看来我们终究难逃此劫。不过你放心，就算你……闭嘴！我厉声截断他的话，指甲几乎掐进他肉里。听着，无论生死，我绝不会再嫁给你。江胜浑身一震，眼中满是不可置信的惊痛。我不再看他，死死攥着他的手腕在庙内疾走。经过那口熟悉的破缸时，瞥见烟桃正瑟缩着朝我们张望。这次我连余光都未停留，可寻遍整座庙宇，唯有角落那棵参天古树还能藏身。我仰头望着浓密树冠，将江胜的手臂攥得更紧。爬上去！我压低声音，死盯他带我一起。现在！江胜带我攀上树冠，他忽地一顿，目光锐利扫向破缸。燕桃还瑟缩在阴影里。江胜跃下树，一把将他揪出。上去！他低喝，先将我拖上枝桠，又反身抱起燕桃。我无暇探究他们牵扯，只死死攥住江胜衣襟。抱紧我！我咬牙，这次我跟定你了。要活一起活，要死一起死。透过枝叶缝隙，我窥见远处动静。草丛梁后，我喃喃。草丛梁后是从那一一赴死，一如前世死局。小姐，您在说什么？烟桃颤声开口。我恶狠狠剜他一眼，他似惊恐般捂嘴。怎会救下他？阴差阳错罢了。他本该属于阁楼那位贵人的。那日我不过举手要个糖点，竟被当作竞拍。千金掷下，夺人所好。待我寻去阁楼，想将桃花还给他时，早已人去楼空。咔嚓，脚下一声细响刺耳，我心头一紧。
本该护着我的江胜，竟在替燕桃拂去衣领上的飞虫。脚下枯枝断裂的刹那，我重重摔落在土匪面前。匪群惊退2步，我强忍剧痛仰头：“大哥，用过晚饭了吗？”找死！匪首身后的小喽啰挥刀欲砍，却被粗壮手臂拦住。那张布满横肉的脸凑近，浊气扑面。小丫头挺会藏啊！我护住衣襟，往后缩了缩，求好汉饶命。每个字心中过3遍，希望没有错话惹怒他。他掐住我脸颊淫笑：“床上饶，还是就地饶？”四周爆发出哄笑。我脊背一凉，咬紧后牙，顺势伏在他胸口低语：“人太多，我终究是未出阁的姑娘。”指尖轻抚淤青手腕，方才被人推下来，伤了手臂，只怕待会儿伺候不周。匪首脸色骤沉，朝身后使了个眼色。几名壮汉应声攀上树枝，粗暴地将江胜和燕桃拽了下来。江胜吓得面无人色，双腿发软；燕桃更是瞳光涣散，只会死死攥着江胜的衣袖。我心底涌起快意：江胜、燕桃要死，我们一起死。晋城首富的独子是吧？匪首大手一挥：“来人！”剁他2根手指，送去江府。倒要看看江家愿意出多少银子赎这宝贝儿子。啊！刀光闪过，江胜甚至来不及哭喊。温热的血点溅上我的脸颊，我伸出舌尖轻舔嘴角。终于不再是我一个人的血了。江胜当场昏死过去，被拖到草席上扔着。燕桃瘫软在地，几双粗糙的手正探向她的裙底。衣服被撕破，那截白藕似的手臂上鲜红的手工纱早已不见踪影。我蹲下身，平视着她泪流满面的脸。桃花，我问你，小姐，我和表少爷睡过，是我勾引了他。他泣不成声。我轻轻摇头，不，我不想问这个。他怔住，脸上忽地惊恐万状。我只想问你。我凑近他耳边，冷冷道：“你把土匪引来的，可曾想过自己究竟能不能全身而退？”小姐，我错了。燕桃额头砸地，涕泪横流。我恨您当初拍下我，断了我投奔贵人的路，又日日看着您金尊玉贵，这才鬼迷心窍，想借表少爷翻身。他重重磕头，额角沾满泥土，求您替我跟好汉求个情，网开一面。我俯身轻笑，摸了摸他的头。方才我已悄悄放走了一个中仆，声音压得极低：“官兵能到，我们或能活命；如果没到，又或匪贼逃脱，知道是你引他入室，又暗中招来官兵。”我轻拍他冰凉的脸颊：“猜猜看，他们会让你受多少苦？自求多福吧。”燕桃瘫在原地，瞳孔里最后一点光彻底熄灭。自求多福，我的心也随之一沉。这4个字何尝不是说给我自己听的？指尖扯开衣领，我走向匪首，勾住他腰间的隔带，往破草棚去。腥臭的汗味混着酒味扑面而来，我偏头避开他凑近的嘴，右手假意替他宽衣，实则遮挡他的视线。任那粗糙的手掌在肌肤上游走，左手始终不停地将酒盏递到他唇边。相公，这酒可还入口？我又塞了颗紫葡萄到他嘴里。这声相公让他浑身一震。哪个土匪听过这般甜腻的称呼？他仰头好饮，油腻的嘴唇狠狠印在我脸颊上。好酒。他眼神开始涣散，我趁机摸索身后堆放的战利品，那是我元宵节才买的各色佳酿。相公，这是黄粱梦，这是青梅醉，还有西洋的红酒。我将酒壶挨个递去，多喝些，待会儿相公更能让妾身快活。他接连灌下数壶，身形已开始摇晃。突然，他猛地翻身，将我重重压在草堆上。撕拉，裙裾应声碎裂。娘子，他喘着粗气，酒气熏天动房。我终于摸索到了那把西洋匕首，今夜在摊前我买下。江胜曾笑说女儿家不该碰这些，可此刻正是这匕首给了我活命的机会。好，我们洞房。我嗓音柔媚如丝，唇瓣慢慢靠近。电光石火间，一道黑影掠过，扑哧，温热的液体喷溅满身。待视线清晰，匪首的身躯已轰然倒地，头颅滚落在我匕首旁。
我猛地抬头，月光下立着个人影，宽帽遮去大半容颜，唯见那薄唇嫣红如血，唇角微微扬起。那黑纱下，我感觉到他在打量我，慌忙抬手，掩住破碎衣衫下的春光。他收刀入鞘，解下墨色披风递来。我颤颤巍巍站起，将自己裹了个严实，却发现自己因为太过惊惧，根本走不动路。这人背对着我，身姿挺拔，黑袍在月下翻飞，气势逼人。他缓缓回身，向我展开了双手。上来！没有犹豫，纵身跃入他怀中，被他稳稳接住，双臂紧紧环住他的脖颈。他是那天阁楼的贵人，我被安置在城郊的庄子里养伤。这日路过西厢，却听见熟悉的嗓音。透过窗隙，看见屋里一片旖旎，烟桃正脱光了用胸前软肉给他上的男人斟茶。他指尖纤纤，眉目温顺，哪还有半分当日狼狈？我心口猛地一沉，这杯主奴婢竟也被救下，究竟有什么过人本事，连那黑衣男都挪不动步？怎么在此处听墙角？身后突然响起声音，我惊得转身，本该在屋里的那人竟出现在我面前。屋里的男人不是他，似乎发现了我所想，他唇角一弯，要笑。屋内声响戛然而止，我忙扯住他袖口，往廊下走。你究竟是什么人？我压低声音问。他眼尾微挑，闲人。我没好气，闲人？咸鱼还差不多。咸鱼？他忽然吐出二字，见我怔住，他低低重复，咸鱼。随即竟笑出声来，声音在廊下传开，格外清晰。我表字献玉。他忽然正色，我皱皱鼻子，故意撇嘴，也没好听到哪里去。看着我，他眼底欣赏不再掩饰，笑意又深了几分。我后背窜起寒意，这人喜怒无常，来去如风，让我看不透深浅。我在庄子里一住便是2月，献玉待我颇为周到，不仅衣饰精致，还细心备好了纸笔与信鸽，让我写了数封家书托鸽子带去。这让我隐隐觉得他或许想要留我，可我身上又有什么值得他如此费心？论才貌，我不过中上；论家世，如今更是落魄。左思右想，终究理不出头绪。这日午后，我向婢女问了他的去处，便在书房寻到了他。我要回家。我推门而入，语气坚决。他正临帖，闻声手腕微顿，一滴墨在宣纸上求开。抬眸时，仍是那副温润含笑的眉眼。再等等，城中上有些乱，需慢慢打点。我明白他指的是什么。卿家嫡女与首富之子江胜双双失踪，遭土匪洗劫一事早已传得沸沸扬扬。他是在替我周旋，为我铺一条干干净净的归家路。那江胜呢？沉默片刻，我轻声问。他眸底掠过一丝异样，虽快，却仍被我捕捉到了。他那手指，我命人接上了。他顿了顿，晚了些，能动，只是不大灵便。我轻轻点头。他抬眼望来，语气里带着不易察觉的试探。你担心他？是有些担心。我如实道。他眉目微沉，情绪不再遮掩。我却又道，担心他还活着，毕竟是我故意让贼人发现他们的。献玉神色稍霁，见我并非真为那人忧心，语气缓和了些。这你倒不必自责。那日清窗时，他痛楚难当，口口声声说是自己为护好你，想来他并不知是你故意为之。我深以为然地点了点头。你这相好，对你倒是极好。我脸色一变，摸了摸前几次被斩断的脖子，是极好，好到差点被他那姘头害死。忽然又想起一事，我抬眸看他，那燕桃。他神色淡然，截断了我的话，不过是个用得顺手的工具罢了，你不必多想。眼尾微挑，目光落在我脸上，我素来不喜这般性子的。我脸颊一热，倏地别开视线。谁在乎你喜好哪样了？1日，婢女端来新衣首饰，我知道我能回家了。指尖抚过衣料，我抬眸看向垂手施力的婢女，说说罢，你主子可还交代了什么？有无什么台词需我提前背熟？顿了顿，又轻声道，他人在何处？若不先预演一番，我怕临场会忍不住笑出来。婢女抿唇一笑，
眼如弯月。主子吩咐，姑娘安心坐着马车回家便是，其余诸事皆已安排妥当，您不必挂心。我颔首，却在婢女转身欲离时，忽地拉住她的衣袖。我晓得再问你也不会说，只是我声音低了下去。今日一别，不知是否还能见到他？你且告诉我，你家主子究竟是何人？婢女身形微顿，垂手咬唇，似在挣扎。终于，她慢慢贴近我，声音轻如耳语：主子是司影，也就是暗卫之首，唤作江陆离。我摸着发簪的手一顿，江陆离，那个只在朝野传闻中听过的名字，竟是他。马车缓缓停稳，我掀帘而下，父母早已候在后门处。父亲眼眶通红，母亲更是疾步上前，一把将我紧紧搂住，泣不成声。回来就好，回来就好。父亲声音哽咽，粗糙的手掌轻拍我的背。爹娘，我鼻尖一酸，泪水也涌了上来。若不是上天垂怜，与我重来的机缘，此生恐怕在南城欢溪下，尽孝身前。我们相携着回到府中，还未坐定，外头便传来一阵喧哗，宫中来旨了。宣旨太监声音清亮，字字清晰。卿家小姐有功，为皇上寻回走散多年的太子。特赏青迷擢升四品官衔，卿夫人赐诰命之身，卿小姐封为如庆县主，3日后上京谢恩。我正在原地，救太子？我何时救过太子？父母亦是一脸茫然，看看我，又面面相觑。父亲忙从赏银中取出几锭银子，上前一步，低声问道：公公恕罪，小女那日救人匆忙，未及询问贵人名讳。如今既要上京面圣，不知太子殿下如何称呼？那太监不动声色地收了银子，四下瞧了瞧，才压低声音道：太子走失前名唤江胜，如今已归宗室，随国姓李胜。我浑身一僵，如坠冰窟。江胜？3日后，马车如期而至，驾车的是个熟面孔，县狱的手下。他朝我行礼，我微微颔首，心里翻涌无数疑问，终究还是咽了回去。谁知马车并未直往京城，反在一处别院前停下。虽无匾额，我却清楚，这是江陆离的地盘。主子在千里池等您。那名叫做莫问的手下低声道。随从将我引至拱门便退下了。我带着满腹疑惑尚未开口，县狱的声音已随风传来，清冽而稳。那时我们已经查到别城。他一句一句，不紧不慢。江家是当地大族，自然不涉拐卖，可过继的那位宗室子，实是表亲从河边捡来的。当年熹妃遇袭早产，下人用狸猫换下太子，妇人不忍加害，便将婴儿放入河中顺流而下。那日我们奉命自戍城赶往别城，途中忽遇一女子呼救，称有土匪劫他家小姐。他将事情细细说来，我静静听着，心中迷雾渐散。用了晚膳，马车连夜向京城驶去。车身随路轻轻摇晃，江陆离却始终端坐如松，闭目不语。他虽合着眼，却似周遭一切动静都逃不过他的感知。贴身婢女刚想侧身越过他取茶，他已抬手将茶杯稳稳递了过去。婢女脸颊微红，接过茶小口抿着。我不由怔怔望向他，江陆离这时才缓缓睁眼。你要吗？他指尖轻触杯壁试了温度，随后将茶递到我手中。我接过浅饮一口，忍不住暗惊。他这般警觉从容，莫非真是隐于朝堂的武林高手？又或者是某处山庄的少主，早已登顶江湖，闲来入室寻些事做？我望着他正出神，却见他虽仍闭目，嘴角却微微一扬。下一刻他忽然抬眼看来，我慌忙低头避开视线，耳根隐隐发热。他是生得极好的，我暗想。到了皇宫，面见圣上谢恩。皇上温声道：此节多亏了卿小姐，江爱卿也是多番下心思寻了许久。听闻你以一敌百，若不是你出手相助，太子恐怕已遭匪贼毒手。我诧异的抬眼看向县狱，这人倒是会替我贴金。他却面朝前方，一脸肃然。我只得低头谦辞，是太子机敏，待臣女躲入寺庙暂避，也多赖佛祖庇佑，救兵来得及时。皇上似乎很受用我这番回话，我将太子夸赞一番，连带手下人也得了夸奖。
他含笑点头，卿家小姐确实聪慧懂事。去吧，太子正在千里池畔等你叙旧。垂手应下，行至千里池边，却觉此处景致寻常，兴致缺缺。这些早在县狱那就看过。皇宫的池里色彩平淡，远不如县狱府上那鸡尾异色真理夺目。正想着，忽见前方立着一道熟悉背影，我心下有些尴尬，只能上前躬身行礼。参见太子殿下。表妹。太子快步上前欲扶我起身，我连忙后退半步，有些惶恐。殿下言重了，臣女如今不敢当这声表妹。他笑意温润，你已是县主，这一声表妹全当念旧，不生分。李生话说的滴水不漏，我却莫名觉得脊背发凉，只得垂手听他解释先前隐藏武功之事，心里却惦记着烟桃，为何那是太子独独带走了他？罢了，这些还是回头问县狱罢。正想着，远处走来一袭锦缎，又是丫鬟打扮的身影，待人走近，竟是燕桃。我原以为会是一场暗涌交锋，他却温顺行礼，热络地拉我坐下，絮絮说起宫中见闻。这般情景实在古怪，我悄悄挪到县狱身侧，凑近他耳边低语：何时能走？我浑身不自在。县狱被我突然靠近惊得一怔，脸上笑意深了些，随即低声道：现在便可走。或竟不必告退就走。众臣的排场果然不同，县狱果然与常人不一样，连招来的桃花也千姿百态。自从他接我住进京中府邸，光是官家小姐就已帮他婉拒了4位，商贾之女2位，甚至连县主也婉拒了3位。我忍不住向他抱怨，他倒坦然：应付女子我实在头疼，你就当帮我一把。他眉眼清朗，我一时失神，竟点头应下，又忍不住俏皮补了句：那可要记得给我酬劳。他含笑说好。直到那日，一名衣着朴素的村女上门，自称是县狱的妹妹。她举止自然，眉眼和善，看着不像那些娇惯千金般难相处。我心里生出几分好感，这是头一回。我将人请进了门，那人捧着茶盏，目光悄悄在屋内打量。我解释道：江大人办事去了，晚些才回。他眨眨眼，乖巧点头，却忽然小声问：你是江哥哥的娘子吗？我顿时一愣，以为又是个来质问的，谁知他紧接着摆手，急急解释：我没有恶意，我只是就在这儿乖乖等他，绝不会惹事。看他这样，我无奈摇摇头：你误会了，我只是奉旨暂住，在京中并无亲戚。见他衣衫微湿，我又补了句：外边下雨了，你喝盏热茶，换身干爽衣裳，便先回去吧。江大人不喜见客，若他回来瞧见。他一听，立刻放下茶盏，一双鹿眼望着我。我不吵的，就安静等他，行吗？我暗暗皱眉，这下可好，怕是惹了个麻烦。县狱收伞踏入堂内，解下披风，先朝我微微一笑，目光却很快落在了那姑娘身上。我不由一怔，以往也有小姐硬闯进来等他，他从来目不斜视，只与我虚话，再淡淡送客。可这次他竟头一回主动注意到了旁人。我悄悄指了指自己，示意惹了麻烦。他笑着摇摇头，可我心头仍有些发闷。小意，他轻声唤道。那姑娘眼睛一亮，连连点头：江哥哥。说着便从布包里翻出许多物实，爷爷让带的草药，你爱吃的甜糕，还有这块玉佩。他举起玉佩在他眼前轻晃，神色雀跃。你落我家的络子我重新编好了。县狱眼中浮起暖意，点了点头。小易忽然想起什么，转头招呼莫问：莫问，你主子的伤如何了？我就知道他忙得没空回去抓药，这才特地送来。说着又伸手轻戳江路离侧腰，当初为救我受的伤，可得好好养，我才不愿欠你人情呢。县狱低笑：放心，瞧你这小心眼。莫问也笑：小易哪是心眼小，分明是怕主子。话到一半，他瞥了我一眼，生生咽了回去，默默退到一旁。县狱似有所觉，刚要转头看我，却被小易一步挡在他面前。他拈起一块糖糕递到他唇边：小江哥哥快尝尝，我亲手做的，看有没有进步。我倒像个外人了，于是静静退后2步，悄然转身走出厅堂。
夜里，我在书房翻着书架，却怎么也够不着。低头寻着椅子，面前突然递过来一本，就是想要的那本书。宪玉站在那儿，眼眸清亮。我接过书，道了声谢。我以为你会，他语气有些迟疑。我抬头打断他，以为我会生气吃醋，扭头就走，然后等你追来解释。我与他并无情谊，我心悦的其实是你。他听得怔住，一时接不上话。我眯眼笑了，自然不会。她是个小女孩，我看得明白。她也清楚她的江哥哥心不在此，才总想方设法引你注意。我朝她眨眨眼，这般小女孩心思，我怎会不懂？宪玉轻笑出声，抬手揉了揉我的发顶。那你呢？可曾有什么小心思？我睨他一眼，有啊，正琢磨你为何会喜欢我，想着想着，好像也有些心悦你了。他微微一怔，在我对面坐下，手支着下巴，细细端详我。我也不躲闪，借着烛光端详他清俊的眉眼。半晌，他轻声道：“你总让我惊喜，从不按常理出牌，我永远猜不到你下一瞬会做什么。”我故意拉长音调，原来江大人喜欢出乎意料，爱找刺激呀。他笑而不语，只点了点头。我忽然起身凑近，与他就要互碰鼻尖。我压低声音：“那你猜我接下来要做什么？”他眼波流转，吻我。错啦！我吐了吐舌头，拿起书轻敲他额头，笑着跳开2步。他罕见地蹙了蹙眉，眼底笑意却更深了。我转身走出书房，心里暗啧一声，原来被人猜中心思是这般不爽。小易在府里住了半月，时而故意惹我吃醋，时而又使些无伤大雅的小绊子。我倒不恼，反倒觉得这丫头有趣。她自知动摇不了我，偶尔还会溜来找我玩。可一听说我与江陆离的去世，又气鼓鼓地甩手走人。佳节宫宴，太子邀了我，却未请献玉。我头一回见他脸色那般沉，他竟直接去求了皇上。我笑他何必兴师动众。他难得严肃，那可是你从前的未婚夫，若他对你再生心思该如何？我忙捂他的嘴，慎言。你还不放心我？他握住我的手，掌心温热，是不放心他。这时小易凑过来，嚷着也要去。献玉盯着小易的脸，有些出神。我轻推他，示意别答应。这丫头虽活泼，却毛躁，怕她冲撞贵人。相处这些时日，虽然她总是找茬，但是相处久了，还真像多了个不对付的妹妹。献玉却含笑拍拍她的头，好，带你去。又叮嘱，可能安分些。小易连连点头，眼睛亮晶晶的。宫中盛宴，太子特意为我安排了席位。谁知江陆离执意要坐我身旁，小易也紧跟着挤了过来。我只得讪笑着让宫女添了2把椅子。席间我离席透气，却隐约听见假山后传来江陆离与一个未曾见过的属下的对话。李胜为何还对青雅念念不忘？主子多虑了。青雅小姐确实特别，但太子与她自幼相识，和他本来有感情线的太子也被冥冥之中牵引。我正听得云里雾里，又闻另一人道，若主子不愿见到太子，也可以兑换道具把他消除。我惊得掩住唇，不慎踩到枯枝，嘎吱一声，假山那头霎时静默。随后树影里有个太监模样的身影应声倒地。方才说话那人几乎一瞬就清理了现场。我屏息躲在暗处，浑身发冷。献玉难不成还真是天神临世？还未理清思绪，却发现小易不见了。我心头一紧，生怕他惹出祸事，连忙打听了几位宫女。我寻至一处偏僻小屋，门外竟落着小易的一只绣鞋。我正要推门，却被身后之人一把拉住，挣脱不开，反被他横抱起来，一路行至竹林深处，我才奋力挣脱。他沉声开口：“皇族之地，他们看上的人，我们拦不住。”我眼眶发酸，小易那般单纯，你忍心看他陷进深宫？他眸色一暗，错只错在他太像太子心上人。想起小易曾因莫问一句6分像青牙，气得要去易容。我哄了许久，未料这竟成了他的结束。可他心里装的是你。江陆离眉头紧锁，我从未对他有意。我声音发颤，若有一日你对我也无意了呢？他伸手将我揽入怀中，语气坚定，不会。
这一世，这一辈子，绝无可能。小易还未被册封，我几乎能想到他在角落抹泪又不敢大声哭泣的样子。江陆离忽然低头亲吻我的唇角，我一时怔住，脑海里却闪过小易嬉笑嗔怒的模样。县狱，你既有手段，便将小易要回来吧，我养他。他摇头，皇家之意，不可违逆。我望着他清俊的眉眼，指尖无意识抚过被他吻过的唇瓣，心中却清明。他连皇宫皆可随意出入，千里池胜似皇家园林，又怎会真具权势？他轻轻闭眼，再度贴近，我却后退一步。烛光里那张清俊的脸依旧好看，此刻的他竟让我觉得陌生。江大人，我们似乎还未到这一步。他睁眼，并未动怒，只温声问：那你觉得该到哪一步？我语塞，他却忽然轻笑：你便这般理所当然地受着我的好，却从不与我回应吗？我愣住，未料他会说出此话。他见我神色，笑意皱脸，眼底浮起我从未见过的疏冷。抱歉，是我失言了。方才的话，还有那个吻，你都忘了吧？不及我反应，他已转身离去。可我知道，我现在需要他。我不经意提起自己曾偷学策论，偷阅过爹爹的方略，有过目不忘之能。他眼中果然一亮，又浮现当初那种惊羡的神色。于是我们彻夜长谈，从谈诗桃画谈到山水潮局。他望着我叹道：你总是让我惊喜。我低头倚在他肩头，轻声道：那日我惊的不是被亲吻，而是被心上人亲吻。我总归是有些羞。他神色一正，随即歉然：是我误会了你无意，才那般失态。我摇摇头，怪我与你相伴太少。若女子也能上朝便好了，那样就能多些时光与你同在。县狱微微一笑：谁说不能？我竭尽全力走好每一步棋。那江陆离确实厉害，每当我提出政见，他总能补上我从未注意到的细节，给出更精妙的布局。但他也会温和地拍拍我的肩说：能做到这般，已属难得。可我心底明白，倚仗他人终非长久之计。我要靠自己站稳朝堂，要变得比所有人都更强。3年后，我忠诚王朝首位女丞相。而就在册封当日，我亲手将装满江陆离罪证的木箱抬进了大理寺。我把他送进了大牢。那天我去大牢看江陆离，他发现我后的一脸错愕。他随即挂上了那熟悉的知晓一切的温和笑容。我知道他不怕坐牢，更不怕死，他只是不解我怎么就把他送进大牢。我没有过多解释，只是定定看着他那熟悉的脸庞。青芽，你有没有？他声音里带着笑，却比往日低沉。我没让他说完，踮脚吻上他。江陆离整个人僵在原地，眼里的不解刹那消散，是了然于心。那一吻落到他唇角。回府后，我铺开纸笔，用县狱曾教我的那种叫简体字的字体，一字一字写下：致县狱，谢谢你发现我与常人不同，谢谢你让我一次次重生，更让我成长。但你对我产生兴趣时，你就应该知道，我所做的事情皆不在你掌控之中。那天你没问出口的问题，我在这里回答你。有，哪怕那种感觉有一瞬间，那也是有。江陆离秋后问斩，他能不能再来一世我不知道，我只知道这一世主角是我了。全文完，皮皮听书，感谢您的观看，每天上新精彩小说，喜欢就订阅吧。